我们来看一下凯越45双2这台车的结构，它为什么能做到满油160公斤？我也顺便测量一下它节气门的直径，4缸443的排量，每缸就是110cc， 节气门的直径居然达到了36。29皮的春风250 SR 节气门直径是38，所以它这个节气门的直径完全可以支撑25匹以上马力的进气量。而同排量的110踏板车呢，配的节气门直径是22的。车架呢，采用的是编织网车架，一大一小，上下2根的主梁，中间有加强管进行稳固。由于成本的原因，主车架呢还是采用铁制的。车架的前方2侧呢还有挂架，从而呢固定发动机。而发动机呢也起到了结构件的作用。副车架呢则采用铝合金了，因为副车架的强度要求没有那么高，所以采用铝合金的成本也不会增加很高。后平叉呢同样采用铝合金的，而且原厂还配的是底置排气。所以整车分布到后轮的重量是比较轻的，换句话说，分配到前轮的重量会更加多一些，是非常利于直线加速的。它没有那么容易翘头，反过来呢，就是比较容易翘尾。水箱呢为3个点固定，这边一颗螺丝，那边一颗螺丝，还有发动机中缸连接一个支架，固定的水箱的下方。被固定的同时呢，水箱呢又作为支架，和发动机的外挂孔共同形成一个外关键的支架。车架连接发动机，用发动机作为支架，又连接外壳水箱，所以可以看到发动机和变速箱呢设有很多安装孔，就是用于方便挂架。这个挂架呢是排气管和下导流板的挂架，左边这个挂架呢是连接挂挡机构和边衬的，同时呢和脚踏的延长杆进行连接，从而呢起到间接和车架连接。而且后平叉和车架和发动机变速箱共用一个连接点的，所以呢又省去了一部分的结构件。有些车呢是以车架为主，把发动机、脚踏、后平叉还有外关键的支架都往车架上挂，所以会有一些重复的结构件。凯越的进气口呢既作为结构件也作为功能件使用，它是铝合金材质的，直接伸到前方，作为整个大灯总成的支架，就无需再从车架上面弄支架来支撑整个大灯仪表总成了。所以这台车呢是尽可能简化它的结构，一个零件呢既充当了结构件，也充当了功能件。这台车呢是作为研究升级用的，调教的方向呢是尽可能做到动力又强，油耗又低。本田能做到的，我相信我们国产品牌也能做到。